我和闺蜜一起合伙开了一家饭店，一年净赚300万，承诺利润55分成。可等到年底分红时，她却只给了我8万辛苦费，扣除成本、房租、人工、折旧，咱们店今年的纯利润刚好300万。夏夏，这是你那份，一共8万。8万，利润300万，按当初的约定利润55分，这8万连零头都赶不上。这是什么意思？林大厨，别不知足，慢慢心软。觉得你这一年干得辛苦，特意在工资之外又给你加了红包，一共8万块，图个吉利。红包？赵曼，当初咱们是怎么说的？你出资金，我出技术和管理，利润55分成。300万的利润，你给我8万，你是把我当成要饭的，还是当成洗碗工了？夏夏，谈钱就伤感情了。当初咱们只是口头约定，这店是我出钱开的，营业执照是我一个人的名字，在法律上，你只是我聘请的行政总厨。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往头顶冲，那种被至亲之人从背后捅了一刀的冰冷，比今天凌晨4点水产批发市场的寒风还要刺骨。就在10几个小时前，凌晨4点，我正踩在满地腥臭的水产市场，那时卖鱼的王哥还劝我：林老板，你是老板娘，这种苦活累活交给手下人办不就行了？我没接话，只是把手伸进冰水里翻看鱼鳃，因为我知道寻味的招牌是我林下的手艺撑着的，食材差了半厘，味道就散了。而我手上的疤痕是半年前为了研发新菜被热油溅到留下的。每天早上10点，我左手撑着沉重的铁锅，右手拿着锅铲炒菜，汗水顺着脊背流下。赵曼曾亲口对我说：夏夏，你是咱店的定海神针，离了你，这店一天都动不了。原来所有的血汗、眼泪和誓言都抵不过那一张冷冰冰的法人章。这是我们在创业之初，在路边摊喝酒时，他亲手写下的承诺书。交情？那你曾经亲手写下55分的承诺书又算什么？林夏，别拿这种小孩子过家家的东西出来现眼。实话告诉你吧，店里的所有 SOP 流程、菜谱配比，慢慢都已经让我整理成分，申请了知识产权。你现在就算想闹，也闹不出半点水花。离了你，我们照样能招到一大把听话的厨师。夏夏，你要是嫌少，可以走，但我劝你聪明点，离开寻味，你在这座城市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你觉得这店离了我也能赚是吧？那你就守着你的300万，好好赚下去吧。你要辞职，不是辞职，是清算，清算我林夏这一年来喂到你嘴里的每一勺饭。滚！出了这个门，我看谁还敢用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咱们手里的竞业协议多的是，告诉你！林姐，怎么了？我没有说话，只是走到灶台前，将我的绝活，也是支撑起寻味半壁江山的灵魂林氏金汤，统统倒掉。然后又将那些承载着我无数个深夜心血的数据全部销毁。林夏，你干什么？既然你们觉得我只是个卖力气的，那剩下的路你们自己走。赵曼，300万确实很多，但你忘了，我能造出一个寻味，就能造出第二个。咱们走着瞧。故事才刚刚开始。离开寻味后的第3天，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杀人诛心。林大厨，你的手艺没得说，全是餐饮圈都知道。但这2天，圈子里流传着一份东西，赵曼那边在300人的餐饮行业高管群里发了你侵占公款、倒卖后厨边角料的举报信，甚至还有一张你亲笔签名的认罪书复印件。
那是伪造的，他吞了我的股份，为了怕我反击，才故意往我身上泼脏水。真相是什么？其实大家并不在乎，但在我们这种星级酒店，名誉就是生命。赵曼现在背靠周浩那个投资圈的关系，手里握着几千万的营销预算，没哪个老板愿意为了一个主厨去得罪一个正在上升期的餐饮资本。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赵曼，你不仅要吞我的钱，还要毁我的名，你要我在这行永远翻不了身。从酒店出来时，外面下起了瓢泼大雨。看着那些曾经对我点头哈腰、求着我合作的同行，现在都对我避之不及，仿佛我身上带着某种传染病，连跟我对视都不敢。接下来的2天，我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面试了5家、10家、15家，无论是米其林星级餐厅，还是新进的网红私房菜，得到的反馈出奇的一致。林大厨，你太贵了，我们请不起。林大厨，不好意思，我们最近没有招聘主厨的计划。今天的面试就到这里吧，等通知。林大厨，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了。只有我知道，所谓的贵，不过是他们不敢得罪赵曼的借口。我知道，赵总，放心，我明白。林小姐，我们这里庙小，容不下您这尊大佛。不见，就说人已经招满了。 2天15家全部拒绝。老板，1份炒面加个蛋。好嘞。这种味道不是靠昂贵的松露或和牛堆砌出来的，而是靠极致的火力逼出了面条和油脂最本质的焦香。赵曼以为封杀了我的高级职位就等于废了我的双手，但他忘了，厨师最原始的战场从来不是在那铺着雪白台布的写字楼里，而是在这烈火与生铁之间。我有技术，有舌头，只要还有火，我就没死。万豪烂尾商厦。既然高级的世界容不下我，那我就回到底层，从这泥潭里生出一朵吃人的花来，变成另一团更亮、更烈、更野的火。就在半个月前，我还站在恒温24度的米其林级别的后厨里，穿着雪白挺阔的行政总厨制服，用着上万块的定制厨具，指点着10几个帮厨处理顶级的澳洲和牛。而现在，我被赵曼和周浩那对狗男女在全行业封杀，手里只剩下租完这辆破车和几瓶米摊位后仅存的3000块钱。哟，这不是咱们全市最牛逼的林大厨吗？怎么跑到这天桥底下来摆摊了？这卖的什么猪食啊？能下咽吗？真是笑死我了！我去，这什么味儿？怎么这么香？他们根本不懂，赵曼以为切断了我的食材供应链，断绝了所有高端餐厅的门路，就能把我困死。他根本不懂，一个真正的顶级主厨，可怕的从来不是手里拿着什么高级货，而是那双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手。3000块钱买不到高档海鲜和走地土鸡，我只能每天凌晨3点去水产批发市场，守在海鲜档口前，低价包下单贩们刚剔下来的新鲜鱼骨和虾头，再去肉联厂拉回最便宜的猪筒骨和鸡架子。这些在别人眼里上不得台面的边角料，在行家眼里却是吊汤的灵魂。我用了整整1天1夜，把骨缝里的血水和腥气逼得干干净净，蛋白质在高温下完美乳化，化作了这锅市井神仙汤。老板娘，给我来一碗，这味儿太绝了，我大老远就闻到了。我活了快40岁，第一次喝到这么鲜的汤。喜欢就好，这一碗算我请你的。谢谢老板娘，下次还来。老板，给我也来一碗。我2碗。别急啊，我先来的。别急，排好队，今天的汤管够。接下来的3天，我的摊位彻底爆了，从天桥底下一直排到烂尾楼拐角。长长的队伍里，有戴着安全帽的建筑工人，也有开着宝马慕名而来的年轻人。在这个深夜，12块钱一碗的神仙汤成了整条街的销量晨跑。可是，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红眼病。更何况，我还站在这条街的聚光灯下。
你就是林夏是吧？听说你是个被大酒楼扫地出门的叫花子大厨，这地盘是老子照的。你在这儿摆摊儿，拜过码头了吗？我交了摊位费的，这里归市场管理处管。少他妈废话！有人花钱买你在这条街混不下去，周哥说了，你这双手要是废了，就安安分分去要饭。今天要么你自己把锅砸了滚蛋，要么兄弟几个帮你把手废了。周浩，果然是他，他们抢了我的招牌，霸占了我的股份，现在连我在这天桥底下卖1碗12块钱的汤都要赶尽杀绝。怎么舍不得砸？既然你敬酒不吃罚酒，老子今天就给你加点料。我这把刀骗过上万条活鱼，提过几千头牛的骨头。我12岁学厨，手再怎么抖也不会偏出半毫米。我劝你这只手最好别碰不该碰的东西。你们是收了钱来闹事的，没必要砸了自己的后路。回去告诉周浩，这锅汤我熬定了，我能闭着眼睛把每一根骨头分得清清楚楚，也能把你背后的金主剥得干干净净。滚！你等着！手心里其实全都是冷汗，但我知道，在这种泥沼里，你只要退让一步，就会被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我去，绝了！这才是真正的扫地僧啊！家人们谁懂啊？本来只是来夜市扫雷，结果遇到影视厨神了，15秒盲拆猪头，这刀工比昨天米其林3星的主厨牛逼100倍！老板娘，你刚刚硬刚小混混那段，我已经全程直播出去了，你信不信？今晚你要火遍全网了！我操，这刀工是什么神仙操作？这是真厨神！地址发我，我现在就要去喝汤。赵曼、周浩，你们以为把我踩进了泥底里，我就再也翻不了身了吗？好戏才刚刚开始。那个叫老摊食客的探店博主没吹牛，那条落魄大厨街头15秒盲拆猪头的视频，只用了1个晚上的时间就冲上了同城热搜第1。第2天出摊的时候，我看着队伍从烂尾楼的这头足足拐了3个弯，排到了隔壁街道的红绿灯口。3000块的本钱，在短短1周内，滚雪球一样变成了5万。我趁热打铁，直接租下了烂尾楼1楼那个废弃的门面，勉强算是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做，只拿红漆在破木板上刷了2个字：归真。林姐，怎么跑这儿来了？赵曼和周浩没砍你的下班时间。别提了，林姐，徐渭现在简直是个疯人工。你走那天把火候数据全烧了，赵总疯了一样，连夜高薪从外地挖了个据说是米其林2星回来的海归主厨。那家伙只会做低温慢煮和分子料理，让他调一锅中式的高汤，他连火候都控不明白。林氏金汤要用老母鸡、火腿和瑶柱，分3次撇浮沫，文火武火交替熬制8个小时，少1分钟，少1度火，味道都出不来。那个海龟怎么弄的？他弄个屁！连着3天熬出来的汤不是发腥就是颜色不对，全被客人退单了。赵总今天在后厨直接砸了10几个骨瓷盘子，指着那海龟的鼻子骂。最后你猜怎么着？周浩那个王八蛋出了个馊主意，他让人去批发市场买了一堆科技工业合成的高汤精和奶粉，1勺粉，半瓶奶，开水一冲，颜色看着跟你熬出来的金汤一模一样，再加上大量味精提鲜，赵总居然同意了。寻味的招牌是我用无数个日夜的汗水，用虎口上那道永远褪不去的伤痕一点一点擦亮的。我可以接受它被夺走，但我绝不容忍任何人用这种下三滥的化工垃圾去玷污我曾经的心血。林姐，现在寻味的后厨乌烟瘴气，几个老客人都吃出不对劲儿了，天天在前面闹着退卡，兄弟们都说这店迟早要完。林姐，你这要是缺人，我明天就辞职过来跟你干，就算在这儿洗碗，也比在那边造假强。
不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他们用化工粉糊弄人，早晚会碰到硬茬。晚上店里来了一个重要人物魏平山，省内餐饮界真正的泰斗，拥有无数美食专栏和千万粉丝的毒舌评论家。2年前，就是他的一篇洋洋洒洒3000字的寻味记，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寻味直接推上了本市餐饮的头把基站。他说我的汤一口入魂，有国宴之姿。魏老，小林啊，你可是让我好找。您这是？给我盛1碗吧，什么都不用加，只要清汤。这不是美食圈的大佬魏老吗？对，就是这个味儿，古香醇厚，鲜而不腻，回甘绵长。大家知道我为什么今天会跑到这天桥底下来吗？因为就在1个小时前，我满怀期待地去了对面那家我曾经赞不绝口的寻味餐厅，想再喝一口他们招牌的金汤，结果端上来的是一碗加了工业香精和劣质鸡粉的科技狠活。那是对食材的亵渎，是对食客的欺骗。我当场把汤泼在了他们的大堂经理脚下。赵曼和周浩，这是把天给捅破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寻味的灵魂是那块金字招牌，今天我才知道我错了，大错特错。真的假的？天哪，这反转也太大了吧！林夏居然是被冤枉的。寻味的灵魂一直都是林夏这个人。我知道赵曼和周浩苦心经营的谎言在这一刻被彻底撕碎。林大厨，我是鼎盛资本的执行 CEO 沈确。不知道林大厨有没有兴趣，在我为你准备的，就在寻味正对面的3000平米新店里，重新拿回属于你的东西。真正的猎杀时刻到了。2000万首期注资买下归真这个牌子，你技术入股，占股51%。拥有1票否决权和绝对的后厨控制权。另外，我在寻味正对面的那栋甲级写字楼底双拿下了上下2层，足足3000平米的商铺，24小时3班倒装修，半个月内我要看到归真的招牌，把对面的光全部挡死。这就是资本的力量，蛮横高效，带着一种摧枯拉朽的碾压感。赵曼以为断了我的供应链就能饿死我，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猎手早在暗中为我准备好了一座炮台。资我可以签，但我有个条件，龟参不走预制菜路线，所有核心高汤必须每天现熬。谁敢往我的锅里加1勺科技狠活，我立刻撤资走人。成交。合作愉快。林小姐，我调查过你，你是个聪明人，有在后厨隐蔽角落安装独立监控的习惯，用来复盘自己的操作动作和火候变化。但你太老实了，或者说太心慈手软了，你居然不知道把这些东西变成捅向敌人的刀。我已经让技术部门恢复并剪辑了你离职那天的完整监控。这份视频连带昨天魏平山老爷子发的那条热搜，今晚8点会准时空降全网各大平台。林总，在这个圈子混，光会做菜是不够的，你要学会把企图踩碎你的人按在砧板上，一刀一刀的剁成肉泥。沈总，谢了。晚上8点整，我坐在店里，面前的手机屏幕突然开始疯狂闪烁。那个原本已经将我踢出的本市餐饮高管300人交流群，突然有人把我重新拉了进去。紧接着，那个视频像深水炸弹一样在群里炸开，没有一句多余的解释，只有铁证如山的监控画面。群里足足死寂了整整3分钟。
我去，这也太黑了吧！8万，快打发叫花子！我之前还信了赵曼的举报信。哎，赵曼，出来解释一下。林大厨，林宗师，哎呦喂，我真是被猪油蒙了心了，赵曼那个毒妇给骗了。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林姐，我们4个今天集体把老板娘，呸，把赵曼的桌子给掀了，我们辞职了。怎么回事？慢慢说。您不知道现在对面有多惨，8点多那个视频一出来，寻味的大堂直接炸了锅了。吃饭的老板当场摔了筷子，要求退卡，好几个绝不在这种背信弃义、人品恶劣的店里吃饭，嫌脏。晚上9点多，客人都走光了，我路过2楼总经理办公室，听见赵曼和周浩在里面打起来了，真的是打起来了，摔东西的声音整条走廊都能听到。狗咬狗啦？咬得一走毛。赵曼在里面歇斯底里的哭，质问周浩现在该怎么办。周浩那个王八蛋见势不妙，居然指着赵曼的鼻子破口大骂，说当初要不是赵曼非要独吞股份赶您走，怎么会惹出这么大的乱子？他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让赵曼自己拿钱出来垫付几百万的退卡费。这就是他们所谓的真爱，在利益的悬崖边上，那张一戳就破的窗户纸，连遮羞的作用都起不到。赵曼拿不出钱，周浩怎么说？神了，林姐，这才是最绝的。赵曼哭着跑出去找律师了，我壮着胆子从门缝往里看，您猜我在周浩办公室看到了什么？碎纸机。对，他发疯一样的把一堆财务单据往碎纸机里塞，办公室的保险柜门大开着。林姐，我用我的人格担保，周浩这孙子绝对是在销毁证据，准备卷款跑路。林姐，我们以后就跟着您干了，哪怕是从街边摆摊开始，我们也认。不会再摆摊了，回去好好睡一觉。半个月后，带你们去对面的3000平米旗舰店，咱们去给赵总和周总敲丧钟。半个月后，归真旗舰店正式开业。中午12点刚过，归真的叫号系统已经彻底爆了。从1楼大厅到2楼包厢，座无虚席。曾经本市最风光的高端餐厅，此刻大门紧闭，门口没有食客，只有7、8个被拖欠了货款的海鲜供应商和冷链物流老板。林总，开业首日午市流水出来了，翻台率破了记录，咱们连备用的食材库都快掏空了，这哪是开业啊，这简直是在印钞票。这只是降维打击的第一步，当资本的火炮配上我极致的手艺，碾死一个摇摇欲坠的寻味，不过是杀鸡用牛刀。让后厨准备下午茶的清汤歇一歇，晚市才是真正的硬仗。另外，安保再加派人手盯紧对面，别让那些讨债的把火烧到咱们这边来。是。对不起，女士，您不能进去，林总正在办公。滚开，让我进去！我要见林夏，我是她10几年的好姐妹，你们敢拦我？林总，这疯女人非往里闯。放开她吧，你们出去。夏夏，你救救我！寻味的资金链彻底断了，退咖费加上供应商的欠款，足足有800多万。周浩那个王八蛋，他把我名下的房子全拿去做了抵押贷款，现在人根本联系不上，催债的拿着刀去我家堵门，我会被他们逼死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是有周浩那个投资圈的新贵男友吗？你不是说他随随便便就能拉来几千万的营销预算吗？骗子！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他一直在转移账上的钱。夏夏，我知道错了，我真的被猪油蒙了心了。我们是10几年的闺蜜呀，
当初我们一起睡过地下室，一起吃过一碗泡面。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你现在有鼎盛资本撑腰，你只要借我500万，不300万，让我把窟窿堵上，我保证以后给你当牛做马。10几年闺蜜，赵曼，半个月前你坐在本该属于我的老板椅上，看着周浩撕毁我利润55分成的承诺书时，怎么没想过我们是闺蜜？你在高管群里发伪造举报信，想让我在这个行业里身败名裂。连天桥底下卖汤都要找小混混来砸我摊子的时候，你怎么没想过我们是闺蜜？是周浩逼我的，都是周浩出的主意。夏夏，只要你帮我，徐渭的营业执照我转给你，店里所有的核心 SOP 流程册、菜谱配比，连带我当初逼你签的那些极度严苛的保密协议和禁言条款，我全部作废，我都还给你，那些都是你的心血啊！哼。SOP 流程册，赵曼，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你以为商业资产是一张写了字的废纸？你以为拿着几本所谓的操作手册就能锁住一个顶级主厨的灵魂？真正的核心壁垒，从来不是写在纸上的配方，而是藏在我脑子里的火候，是我双手肌肉记忆里的基因锁。没有我，你拿走的那些数据就是一堆工业垃圾。你想拿一堆没用的废纸来换我300万的真金白银，你当我是做慈善的？你当时说，在法律上我只是你聘请的一个洗碗工，一个卖力气的。既然如此，我哪有资格管老板的死活？不要这样对我，夏夏，我求求你给我留条活路吧！够了，夏夏，我就知道你嘴硬心软，你不会见死不救的。卡里是当初那8万块，一分没动。这8万块还有这张废纸，是你身上仅存的最后一点人格。带上它，走吧。保安，把这位女士请出去，以后不要什么闲杂人等都往楼里放。是出问题了，快叫救护车林姐，那不是李太太吗？今天好像是她家老爷子80大寿，在对面订了最贵的海陆至尊宴。出事了，小张，你赶紧带人去拿急救箱，把温盐水备好，快！那不是归真的林经理吗？张曼，你给他们吃了什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夏夏，你救救我！怎么会这样？明明菜的颜色和味道都对。林夏，这可怎么办啊？这不是技术失误，这是在拿客人的命开玩笑。都给我住手！谁敢动现场证据，就是销毁物证，罪加一等。更可怕的还在冷库。周浩这个疯子，为了套现，居然用重蜡和成吨的化学香精去掩盖这些劣质食材的异味。周浩呢？这批货是谁进的？是周总拉回来的。他今天中午接了个电话就去了办公室，然后一直没出来。前厅闹出这么大的事，周浩作为大股东怎么可能悄无声息？跑了！这个王八蛋在出事的第一时间把赵曼扔在前面顶雷，自己卷款跑了。小张，带几个人去后巷，把卷闸门给我拉下来，堵死他。
周总，这么急着去哪儿啊？林夏，你别多管闲事，钱我都带走了一半，剩下那一半在卡里，密码给你，你当没看见我？收起那套肮脏的把戏吧，外面躺着10几号人，你以为这是花点钱就能摆平的商业纠纷？你这是危害公共安全。别动！放开我！你们放开我！别抓我！我是冤枉的，法人是赵曼，店是他的，那些便宜货也是他签字同意进的，我就是个打工的，你们去抓他呀！你拿我的房子去抵押，你骗我说这批货没问题，现在出事了，你想让我去坐牢，我跟你拼了！疯女人，是你自己贪心，是你签字同意的，别他妈赖我！你个混蛋！不能让我去啊！好了，属于他们的帝国今晚彻底塌了。林女士，多谢你刚才让员工封锁后巷。我们接到了鼎盛资本沈确先生的举报，说这里有严重的经济犯罪和食品安全问题，后续可能还需要你配合提供一些专业的物证分析。没问题。警官，这是我在寻味担任行政总厨期间亲手制定的所有菜品 SOP 备案，以及我离职前最后一次完整的后厨进货台账。我的配方里每一滴高汤都是用老母鸡熬出来的，更绝不可能允许任何不符合检疫标准的死海鲜进我的后厨。林女士，感谢你的配合，你提供的这份原始标准正好和那几个帮厨的口供对上了，彻底洗清了你在这起案件中的嫌疑。这案子性质太恶劣了。周浩为了填补他挪用公款的窟窿，以极低的价格进了一批走私的重金属严重超标的死海鲜，加上后厨滥用化学香精掩盖腐臭，导致35人严重食物中毒。其中李家那位80岁的老爷子，今天早上才刚从 ICU 里抢救过来。林姐，林姐，全网封杀了，寻味彻底凉了。吊销营业执照，无限期停业整顿，处以涉案金额10倍的罚款。以前那些在朋友圈里以打卡寻味为荣的名媛老板们，现在全都在疯狂删动态，甚至自发组建了维权群，天天堵在相关部门门口，要求全额退还10几万的会员卡费。赵曼和周浩现在什么情况？狗咬狗，咬得可精彩了。我听对面的兄弟说，周浩在里面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帮忙的男友，说店是赵曼的，法人是赵曼，进那种便宜海鲜也是为了给赵曼省钱买包。他甚至还拿出了几份有赵曼签字的内部授权书。赵曼签了，他那个没脑子的，以前周浩说什么他就签什么，根本不看内容。现在好了，全成了周浩甩锅的铁证。不过周浩也没落着好，沈确总那边找了最顶级的律师团队，把他挪用公款、伪造公司印章的证据全给递交上去了。这2罪并划，加上危害公共安全，他没个7、8年绝对出不来。真正的风暴才刚刚降临在赵曼头上。1周后，随着受害者的医疗费用清单和民事赔偿诉状雪花般飞到法院，寻味的债务勘洞彻底暴露了。除了天价的医疗费、精神损失费，还有供应商被拖延的几百万货款，以及大量会员的退卡费，所有的账全算在了作为唯一法人的赵曼头上。看看吧，你的好闺蜜现在的处境。她名下不是还有一套大平层和1辆保时捷吗？这就是周浩最狠的地方。赵曼昨天才知道，周浩早就在2个月前哄骗他签了授权，把那套房子和车子抵押给了高利贷公司，拿到的钱早就被他转移了。就在刚才，法院的破产清算小组已经正式接管了寻味剩余的所有东西。
后天上午10点会进行最后一场司法拍卖，询位的注册商标、店铺的剩余租赁权以及后厨那些破铜烂铁，将作为最后的资产被强制拍卖，用来抵偿债务。起拍价极低，林总，你有没有兴趣去给你这段过去的孽缘彻底画上一个句号？有，帮我交保证金。后天我要坐在拍卖厅的第一排。既然墙已经倒了，那我不介意走上前去，亲手把剩下的最后一块砖砸得粉碎。当初为了这块牌子，赵曼特意去外省请了书法名家，花了整整20万。寻味餐饮品牌全套商标及衍生知识产权，起拍价10万。10万，这连当初我和赵曼约定好的分红的零头都不到。在这个极其讽刺的数字面前，没有一个人举牌。在这座城市，所有人都知道寻味背着几十个食物中毒的受害者官司，他的名字已经等同于毒药和耻辱。谁会花钱买一个发烂发臭的招牌？10万，第一次，还有人出价吗？15万。这不是归真的林夏吗？他买那个晦气牌子干什么？15万，第一次，15万，第二次，15万，第三次，成交。寻味在这个世界上的法律归属重新回到了我的手里。林姐，我刚才在外面听他们说了，你把寻味买下来了，你出钱把它买回来了，对不对？我就知道你放不下，那毕竟是我们俩一起打拼出来的店啊！夏夏，你是要重操旧业对不对？你原谅我了是不是？只要你重新把寻味做起来，那些债务就能还清了。我可以给你打下手，我给你端盘子洗碗都行，只要别让我继续蹲着，别让那些催债的逼我。我每天都在想你，想我们的过去，想我们的未来。看着他这副令人作呕的嘴脸，我突然觉得无比荒谬。都到了这个时候，他居然还天真的以为我会替他收拾烂摊子。他以为我花钱买下寻味，是因为我对那个被他亲手毁掉的牌子还有感情。赵曼，你还记得我离开寻味那天，你说过什么吗？你说离了我，寻味照样转。你以为我今天来是来做慈善的？夏夏，你要干什么？给我砸，砸得越碎越好。我看着趴在泥水里绝望痛哭的赵曼，内心没有一丝波澜，甚至还想笑。赵曼，我买下他，只是为了亲手送他上路。林总，
判决已经生效了。周浩因为职务侵占、伪造印章和涉案金额巨大的商业欺诈，数罪并罚，一审判了10年，并处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听说他在庭上听到判决的时候，当场就腿软瘫地上了，还在大喊大叫说要上诉。随便他上诉，铁证如山。他这辈子最好的年华，注定要在里面踩缝纫机度过了。赵曼呢？赵曼的下场更惨。作为寻味的唯一法人，他背上了所有的供应商欠款和法院的巨额顶结罚款。他名下所有的房产、车子和奢侈品已经被法院强制拍卖执行了，目前被正式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高铁、飞机都坐不了。而且听说他现在在城郊结合部的一家黑作坊里给人洗盘子，每天泡在冷水里干15、16个小时，赚的钱连还利息的零头都不够。磨蹭什么呢？你当这里是5星级酒店啊？还想偷懒？今晚洗不完这300个碗，别想走。是，我马上。你还敢摔碗？这个从你工钱里扣。那一刻，隔着漫天飞舞的雪花，我的内心无比平静，没有狂喜，没有嘲讽，只有一种彻底将腐肉从骨头上剔除干净的释然。右手虎口处那道半月形的疤痕，在高温下不再隐隐作痛，反而散发着一种坚韧的色泽。那不再是耻辱的烙印，而是我从泥沼中一步步爬出来，亲手夺回一切的勋章。林总，大家伙可都等着您的压轴菜呢，大年30必须得沾沾您的福气啊！少贫嘴，把那几套最贵的白瓷碗拿来。太香了，林姐这汤绝了！绝了！不过林大厨，现在寻味的招牌已经被你亲手砸碎了，咱们归真在这座城市算是彻底封神了。接下来的路，你这个新任 CEO 打算怎么走？沈总，招牌可以被夺走，店铺可以被窃取，但长在脑子里的配方和骨子里的坚韧，是任何资本和小人都抢不走的。赵曼和周浩的覆灭，只是打扫了一下门前的垃圾。在这片残酷的商业江湖里，真正的碾压，从来不是多抢几桌客人，而是绝对的企业知识产权壁垒。哦，看来我们的林总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在后厨里被人欺负的厨师了。过去的林夏受了委屈只会等别人来救，但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现在的我只做掌控全局的操盘手，我已经为归真的所有核心配方设计了一套外人绝对无法破解的技术基因锁。接下来我要用这套基因锁体系去迎战那些真正企图用资本吞噬我们的庞然大物。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新年快乐，沈总。林总，汤快凉了，大家还等着喝您的金汤呢。来了。